财早知道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理财早知道，我来马后炮。这个节目呢，将会陪着您一起检讨各式各样理财的决策。那来看一下我们的理财决策有没有能够更好的地方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这个朋友的背景好了。那他跟他老婆呢，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科技相关的产业工作的，整个科技业的范围非常的广嘛。那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很精确的是在做什么。那我只知道他老婆是比较偏科技业的业务。那我这个朋友呢，他本身是一个科技业的工程师。那他在2020年的时候啊，因为公司发分红的关系，所以当时候啊，他们家里就多了一笔大概300万左右的钱，可以拿去做规划跟投资。那因为他是科技业的嘛，所以他自然而然呢就买了我们护国神山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台湾的晶圆代工，或是甚至是全世界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的股票。那他买了之后呢，从2020年到现在啊，其实台积电的股价一路从300元左右涨到了现在的大概510、520元左右，涨幅足足有70%。那这一笔投资啊，可说是获利了200多万，但是他却后悔买了台积电，赚了200多万，报酬率70几%，居然还后悔买了台积电，为什么呢？来聊买台积电还是？因为啊，我这个朋友他目前的房子啊是在新庄的头前从化区里面。那他平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呢，可能经过家里就会看到，大家知道头前从化区是一个推案量一直以来都蛮大的从化区，所以啊，他们家附近啊时不时就会有那种预售屋的展示间。那他那时候呢，也有走进去看了一间预售屋。那他看的总价带啊，其实大概就是在1500万左右，也就是说头期就是大概300万左右这样子。因为他的那一笔钱多出来可以投资运用的钱，其实大概就是300万嘛。那在从2020年啊到现在，他跟我说啊，他们家附近那个头前从化区的房价，已经从每坪的大概42、43万左右，涨到每坪大概接近55万到57万左右。所以整个涨幅啊接近了30%。那虽然说啊30%感觉没有他买台积电赚70% 还要多，但是啊，因为他的房子的总价是1500万嘛，所以你应该是用1500万乘以30%，也就是说啊，他当时候如果把这300万当作头期款，在他们家附近去购买一间总价大概1500万左右的房子，那房价成长了30%呢，这个1500万左右的房子啊，它实际上你把它乘上30%，它的获利是450万哦。这450万啊，可是比他当初去买台积电还多了整整200万左右哦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他后悔到现在的原因啊，因为他明明有一个可以赚400多万的机会，但他却只赚了200万。如果是你啊，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后悔呢？那从这个朋友的案例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？让我们下次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的理财决策可以做得更好呢？第一个，好的负债啊，其实很多时候是赚钱的机会。他说啊，他那时候啊会去买台积电啊，而没有选择买房子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啊，他买房子，他就是又要再欠房贷给银行，他就不喜欢这种欠人家钱的感觉。可是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资本家啊，他们很敢欠银行的钱。因为他们知道啊，好的负债啊，除了可以帮他们赚钱之外，最差，它都能够抗通膨。大家想想看哦，假设我们欠了银行1000万的房贷，那我们现在每年的通膨，以台湾的水准而言，大概是2到3% 左右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1000万呢，经过20-30年的通膨啊，到时候在20-30年后啊，这个1000万的购买力早就不是现在的1000万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其实你的债务啊会随着通膨的时间去缩水，但这个债务所投资的房地产呢，它就会随着时间去增长。尤其在台湾这种地方啊，其实我们每年的房价大部分平均都是以5% 左右在增长。那尤其是双北啊，或者是桃园、台中某些地方的房价，它增长的幅度甚至会高过于这个5%。所以它怎么算都是一笔划算的投资啊！只要我们经过评估啊，这个投资是可行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害怕欠银行钱。尤其呀，像房贷啊，它是利率非常的低，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优良的负债啊。那我所学到的第二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知识某方面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所赚到的钱。
之前不是有人很常讲一句话嘛，就你能够赚到的钱的上限，取决于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或取决于你的知识的上限。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。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分享说啊，他那时候要投资房子之前，除了不想要欠银行钱之外，他还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卖掉房子的时候，不是要缴很多税吗？哦，有什么土地增值税啊，然后又有什么房地合一税啊，然后又有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懒得去搞清楚那么多，因为他目前名下的那一间房子就只是拿来自己住而已，他也没有打算要卖。那正是因为他对房地产的不了解，再加上他可能因为工作繁忙的关系，然后下班之后可能要陪小孩，他就没有多花时间去研究房地产，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啊！如果今天换个角度想，假设他的职业不是一个工程师，他的职业是一个房仲，他对于这整个房子买卖的过程以及中间所衍生的费用，还有可能的投资报酬，他都很清楚的话，那他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赚到这个400多万的利润，而不是只买台积电赚200多万呢？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，就是我们的知识某方面啊，真的能够决定我们赚钱的上限。如果啊，他的300万元当时候是拿去买 Tesla 这一支电动车的股票的话，Tesla 在这2年的涨幅大概是50块到190，哇，这个是将近4倍的涨幅啊！如果呢是去买最近最火红的 AI 概念股哦，有一个叫做辉达的股票，这个辉达的创办人呢，他也是一个台裔的人士哦。辉达这支股票啊，在这2年之间的涨幅是大概60块到270块左右，它的涨幅啊更是高达了450%。450%是个怎么样的概念呢？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，用计算机自己去按一按，哇！简直可以说是赚翻了啊！所以啊，这也是我上一集就是在那个储蓄险的议题中跟大家强调的。就我觉得有时候强迫储蓄，或者所谓懒人投资啊，它虽然长期而言可以让你获利，没错，它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哦，也是一个比较保守、比较安全的投资。但是如果你用储蓄险啊，或者是定期定额买 ETF 这种被动型的投资来投资的话，你就会失去了很多像例如说 Tesla。或者是像辉达这种机会，因为这种机会啊，它就是属于主动型的投资。那要做好主动型的投资啊，你必须把时间拿出来了解整个世界现在的经济趋势哦。下一个热门的产业可能是哪一个产业？那在下一个热门的产业当中呢，其中又有哪几间公司是它的龙头，或是在这个产业里面有一定关键的地位的？其实透过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啊，你可以让你的主动式的投资收入增加。那同时呢，学到的这些知识啊，我相信其实对你整个人的视野，或对于整个人的格局也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这些帮助呢，就是你用储蓄险，或是你用什么定期定额买 ETF、买大盘指数这些理财工具所学习不到的。所以啊，我并不是说那些被动式的投资不好，而是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而言，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学习，去增加我们主动式投资的收入，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好啊，这就是这一集的理财早知道啊，有没有非常的马后炮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试图透过这种方式啊，来让我们理财决策一次一次的进步。如果你有什么理财问题想跟我们一起检讨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理财早知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